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推出了一个新的活动——福官愿影。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呢，是拿到城市特效、头像、聊天的主题、战争主题等等这些东西。就你们可以理解为有点像我们的城市商店这样子啊，你可以来这边买东西，外观商店。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出现在这个界面中啊，你们也是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其实这个城市主题呢，它是永久的，有分成永久、3天还有30天。那其实看起来是蛮漂亮啦。如果这个城市主题配合那个独角兽的城市，应该是蛮好看的，我觉得。那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去拿到这些装扮城市主题而已。那我们来看一下规则。这个活动如果你们要参加的话，城市的等级不能低于8等级，如果超过的话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了。然后这个活动其实你要登录的界面也是蛮简单的，就是你们在游戏的界面中看到这个金色的贝壳吗？点进去就已经可以看到了。至于这个活动的玩法，就是你们可以用银彩贝去兑换起源币。什么是银彩贝？什么是起源币呢？你们可以看到我画面的右上角，这里是有一个贝壳的，贝壳是怎样获得？就是你需要用钱去买，这个是人民币的价格啦。如果换算下来，跟我们买那个双倍宝石的价钱是差不多的，其实蛮贵一下。你只有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它是给你双倍的数目，然后第二次购买呢就比较少一点啦。这跟我们双倍宝石是差不多的。那么当你们有了这个贝壳之后，才可以来到第二个。你们看到这个有一个贝壳硬币吗？点开，你们可以拿来兑换，但是你们要看清楚哦，它这边的兑换率不是1:1哦，是你要用200个贝壳才可以兑换到40个，然后这边是原价要400个，然后可以换到600个。OK， 那么这边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了，我们回去贝壳这里算一下，那它这边可以用6块人民币，也就是相当于美金0.99，差不多1块美金吧，可以买到200个贝壳。但是我们先算一下首次购买啊，因为它第一次购买呢，你只是需要花1块钱美金就可以拿到400个嘛。那问题来了，你究竟到底要买多少的贝壳才可以把起源币全部都买光？那如果你不买光的话，你只是买一部分，又要花多少？那就算我拿到这个起源币拿去抽这些皮肤啊、装饰之类等等的，还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其实它还有个起源商店，每一次你们花了这个硬币去抽取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券，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券直接去换。这个你们可以相当于就是说假设说你这里抽不到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来商店这边买。但是这边要跟你们讲一下，你们要看清楚规则。它是说祈愿的时候有可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对梦令，所以它不一定是你用一个币拿到一张券，有可能拿到比较多的券，并且活动期间登录的话可以拿到每日好礼啊，就这个咯，你们就可以拿到这个硬币，也是相当于你们可以去抽了，但是它给的很少，1个、2个、4个、6个、8个，才8个而已，哇，这个也太小气了吧！并且你们累积次数之后就可以额外获得祈愿币或对梦令，这个你们要看这里左下角，它是有显示说你可以拿到多少个。你们要祈愿10次的时候才可以拿到一个祈愿币，50次就可以拿到4个，100次就可以拿到5个，200次拿到10个，350次拿到10个，所以这边总数加起来就是有20个祈愿币你们可以拿。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系统会帮你们保留祈愿币，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兑换对梦令的话，就会被回收，但是回收之后没有说会退还宝石或者是退还钱给你，所以这个你们要特别注意啊，一定要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前给用完。那玩家如果移民后还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并且不会重置你已经用过的次数啦，可能你已经转了大概20次，它就依然保留在20次，并且那个外观呢只能获得1个而已，然后你拿到那个外观之后呢，你就不能在商店那边拿到，这个商店相当于就是那种你是真的抽不到的人你才可以兑换啦。那如果你已经抽到的话，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再去兑换了。但假设说如果你先去商店那边兑换，但是刚好你下一次抽的时候又抽到了永久的外观的话，它就会根据商店里面那个价格的50%退还对梦令给你们。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商店这里的价格，它原价是4500嘛，就是说它只会退还一半，大概2250给回你而已。所以如果你们要兑换商店的话，我觉得等你们把你的那个起源币全部花光去抽了过后，你真的不想再花钱去买这个起源币的时候，
后才来兑换商店这里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已经足够去兑换了，你就停手，不要再去换了。OK，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活动其实值不值得去玩呢？说实话，这个活动其实只是为了要拿到这些外观而已。我觉得一般玩家应该是不需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那这个活动里面的内容呢，就包括刚刚提到的城市的特效，然后一些战争的主题、头像框等等这些东西，你们在商店那边也是可以看到，还有城市的装扮。那同时间你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拿到对梦令的。然后对梦令的数量其实给的还算蛮多的，有5张、10张、20张，然后概率也是比较高一点，就是要你们拿到比较多，然后去商店这边拿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他这边抽到这些城市主题的概率应该是非常低的，毕竟你们可以看到只有0.0556%啊，是真的很低的。那概率最低的应该就是这个城市的特效了。第二比较低的话应该算是这个吧，就战争主题还有头像框都算是概率比较低的，概率比较高就只有这些对梦令而已。所以这个活动也不是说一定要参加啦，假设说这个活动是讲你参加了之后你就可以拿到一些怎么讲呢，对于你战斗中有帮助到的东西吧。这个好像很不错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外观看到了，这边有鱼，这边有海草之类的还有这个东西啊，界面主题现在这个原版是这样子就比较单调一点有必要咩你有必要花这笔钱去拿到这个东西吗？我觉得有点浪费不是很值得。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聊天室的好像跟原版的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也是蓝色它有一个浅变深的渐层的外观，然后旁边有一些鱼，但是我觉得你不会特别去注意这种东西了。然后这个是城市的装扮，这个是什么东西主题，个人主题，你可以这样子换上去这边就有你的头像框之类的，头像框就放在这个珍珠里面吗OK， 那么我已经找到有一位玩家他是已经有这个东西了，是真的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有比较帅一点而且他连那个头像都已经拿到了，看来他是已经花钱了。哇，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个人资料的这可以拿，然后头像是可以拿，但是其他东西好像并不是很有必要你们觉得呢？那除了这个，然后其他东西呢，好像都不是很值得，这些都是资源加速这些等等。等一下，我现在才发现到这个只有3天而已这个是永久的永久要600，所以不要换这个，要换这个。哇，这样也是蛮贵一下的。OK， 那么我也是帮大家去算了一下这个活动到底要花多少钱才可以换到里面要拿的东西。OK， 如果根据活动这里来做计算的话啦，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能够买的起源币就只有这么多而已，所以我这个列表是这样子看的，你们兑换的时候可以换到多少的起源币，然后需要用到多少的贝壳去兑换。如果你要换完全部的起源币的话，总共你是需要花248000的贝壳。如果你要用贝壳换的话，你就必须要先拥有贝壳嘛。这里有分成第一次购买的时候跟第二次购买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游戏中它是有分成2个部分的，第一次买的时候它是给你双倍嘛，那第二次买它会给你多少的贝壳，我是怎么知道呢？因为我还没有买这个礼包嘛，我是根据万国觉醒它这边双倍宝石的数目给的，因为我有一个账号它是已经买了双倍宝石了，所以看下来就是你第一次买200，然后它会给你额外40。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对比你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200，然后这个4600是不是一样的，然后这边上面1050，这里也是1050，但是它这边第二次给的那个数目就变成这样子了，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才会以这个双倍宝石作为参考换算出来第二次我们去购买这个礼包的时候大概它会给多少的贝壳来换算的。所以我这边算起来如果你第一次购买总共是可以拿到86000的贝壳，但是是不足以把所有的贝壳全部给兑换掉了。你第二次购买的时候更少，因为它已经不是给双倍了，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加上第二次的时候，你总共只能拿到14万的贝壳，就是不够的，不够你去兑换全部的，你只能兑换到一半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如果兑换一半的话可能不够用，可能换不了这么多，所以如果是说你想要兑换完这里24万所有的硬币要全部都拿到的话，你总共需要买第一次还有2个第二次，所以加起来总共你是需要花557.82美元，这个相当于是2条龙的价格吧，就是2000多块马币，所以这个
活动其实有一点点贵啦，所以我就跟你们讲，这个看你自己有没有需求要去玩那个活动。如果你是真的觉得哇很好看呢，我要展现我很富有呢，你就可以去玩这个活动，因为它这些东西呢，多数都是永久的啊，像它这个特效是永久的，然后它这个也是永久的，所以我就觉得永久的话是可以去兑换啦，并且也是有说了嘛，这个是有概率的活动，谁知道呢？可能你第一次射转的时候就可以拿到这个永久的装扮呢，谁知道啊？每个人的运气都不一样，这样你就可以省很多了。如果你只是为了要拿这个城市特效的话，对，大概是这样子吧。我总结来说，还是觉得不是很值得啦这个活动，因为我们打架的时候，我都是用这个方式来打架，我不会特别去看我的城市主题，而且它不是拿到城市皮肤啊。假设说它是给城市皮肤，然后它的争议很高的话，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它现在全部都只是装扮而已，它装扮不会说给你增加任何的攻击啊、技能伤害提升啊、终极伤害提升等等。我是觉得说，如果它这个活动可以放一些传说皮肤、旧的传说皮肤的话，可能还会比较有吸引力。那这个就留给大佬去玩吧，这个活动我们这种穷人玩不起。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